1992年10月31日，這天是萬聖節，晚上9點25分，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熒幕上出現了一個看似平淡無奇的畫面。幾位觀眾熟悉的電視主持人在移動位於北倫敦郊區的普通民宅，正在進行一場號稱現場直播的捉鬼行動。但沒有人預料到，接下來的90分鐘將成為英國電視史上最具爭議的時刻。最終，這檔節目讓無數孩子們嘔吐不止，讓成年男性當場失禁，讓孕婦提前臨產，甚至一個年輕人的生命都因此戛然而止。這檔節目的名字叫《鬼影實錄》，這是他唯一一次在英國的電視熒幕上播出，從此之後便再也沒有重播過。這檔節目的核心驅動力來自編劇史蒂芬·沃爾克。據說他早在1988年的時候就產生了拍一部以現代公寓鬧鬼為主題的電視劇的想法。當制片人露絲·鮑姆加藤問他能否將這個想法濃縮為一部90分鐘的電視節目時，沃爾克突然靈光一閃，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建議：不如我們把這檔節目做得像在電視直播一樣，讓觀眾深度參與其中。而他這麼做的目的更像是一場社會實驗。因為當時人們對電視媒體有種近乎本能的信任，他想知道如果這種信任被一個鬼故事利用和顛覆，會產生怎樣的心理效果。於是後來就有了這檔在英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節目。我們的故事首先要從節目的開播時間9點25分說起。當時大多數電視節目都會選擇整點或者半點開始，比如9點整或9點半，而《鬼影實錄》偏偏選在了9點25分這個尷尬的時間節點開播。要知道當時的電視節目還沒有回放功能，更沒有什麼可以隨時調出的節目簡介。如果你錯過了開頭的幾分鐘，那就是真的錯過了。而恰恰是在開頭那幾分鐘裡，屏幕上會出現一行小字，告訴觀众這是一部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界限的戲劇作品。所以那些9點半才打開電視的人壓根就沒看到這行文字。但即便是那些沒有錯過開頭的人，也有很多忽略了這個重要說明。主持這檔節目的是當時著名的電視主持人邁克爾·帕金森，而莎拉·格林和克雷格·查爾斯則作為現場記者。這幾位都是當時英國家喻戶曉的面孔，尤其是莎拉·格林，她主持的是兒童節目，在孩子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是你看到自己信任的主持人一臉嚴肅地站在攝像機前，告訴你他們正在調查一起真實的鬧鬼事件時，你會怎麼想？更何況在90年代，電視可以說是最權威的媒體了，幾乎所有人都對電視裡播報的事深信不疑。節目的內容設定其實也並不複雜。據說北倫敦的一戶人家長期遭受超自然現象的困擾，家中的2個孩子將那個看不見的東西取名為管道先生，因為他總是通過敲擊房屋的管道來制造聲響。為了一探究竟， BBC 派出了一支調查團隊，在萬聖節這個特殊的夜晚進行現場直播。演播室裡，帕金森負責串聯節目並採訪專家，現場的莎拉·格林則帶着觀眾深入這棟鬧鬼的房子，與住在裡面的母女交流，記錄下每一個異常現象。整個節目經過了精心的包裝和設計，讓它看起來盡可能的真實。首先是畫面質量，與當時精致的電視劇不同，《鬼影實錄》採用了粗糙晃動的手持鏡頭，給人一種真正在現場拍攝的即視感。相信現在大家對這種拍攝手法並不會感到陌生啊，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偽紀錄片風格。但當時大多数觀眾從未見過這種拍攝手法，也就無從識別其中的套路。另外，節目組還提供了一個真實的電話號碼，鼓勵觀眾打電話進來分享自己的超自然經歷。演播室裡的帕金森會接聽這些電話，與觀眾進行討論。這種互動形式在當時幾乎可以說是聞所未聞，它打破了觀众與節目之間的第4面牆，讓人產生了一種身臨其境的參與感。而且《鬼影實錄》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拋出驚悚畫面，而是像真正的調查節目一樣，慢慢鋪陳，層層遞進。因此節目前半段幾乎沒什麼可怕的內容，只是各種採訪和解釋。這種節奏反而加強了真實感。畢竟真正的靈異事件不會像好萊塢電影那樣每隔5分鐘就來一次嚇人的畫面，對吧？總之，對於1992年的觀眾來說，《鬼影實錄》所呈現的是前所未有的真實感與參與感。就這樣，在那個萬聖節之夜，大約有1100萬人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了這檔節目，其中很多還是孩子，畢竟當天是萬聖節，家長們允許他們晚睡，一起看這個聽起來挺刺激的捉鬼直播。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將成為許多孩子的童年回憶中最可怕的記憶。隨着節目的推進，事態開始急轉直下，鬼屋裡開始出現一些輕微的異響，起初還可以解釋為老房子常見的聲音，但後來房間裡的物品開始莫名其妙的移動，孩子們的行為也變得愈發異常。攝像機偶爾還會捕捉到一些奇怪的畫面，譬如牆角的黑影、窗戶裡的倒影等。其實制作團隊在這裡玩了一個極其高明的心理遊戲，
他們在節目中設置了多處隱藏鬼影，他們只是在畫面的角落中一閃而過，如果你不仔細看，很容易就會錯過，但你的潛意識卻不會。因為人的大腦天生對人臉和人形物體高度敏感，即使你可能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畫面裡那些可怕的東西，但你的原始本能已經感應到了。更絕的是，節目中途會插入一段觀眾來電，其實就是電視台提前安排好的托，他們聲稱自己在背景畫面裡看到了鬼影，然後主持人會回放那段畫面，讓觀眾仔細尋找。這實際上是在暗示觀眾主動去搜尋畫面中的恐怖元素，由此讓他們從被動的觀看者變成主動的參與者。當你開始在每一帧畫面裡尋找鬼影時，你就已經踏入了節目組事先設好的圈套，恐懼也開始在你心裡慢慢的生根發芽。隨着節目的推進，管道先生的真實身份也逐漸浮出水面。根據節目中的說法，這個東西的前身是一個名叫雷蒙德·坦斯托爾的男人，他曾住在這棟房子裡，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後在地下室自殺身亡。但事情并没有那麼簡單，雷蒙德生前声稱自己被一個更古老的邪靈所附身，而這個邪靈可能是一名因殺害嬰兒而被處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巫。這個背景故事的設計可以說極其陰暗，或者也可以說極其高明。它涉及了精神疾病、自殺、謀殺和超自然力量。對於一檔現場直播的節目來說，這些內容本身就足夠令人不安的了。而當觀眾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時，那種恐懼就更加難以承受。節目進行到後半段時，屏幕上的電話號碼已經被觀眾打爆了。當時節目組確實設置了一條熱線，當你打通電話後，會先聽到一段錄音，告訴你《鬼影實錄》不是真的，它只是一部戲劇作品，然後你可以轉接到5名電話接線員中的一位。但制作團隊嚴重低估了會有多少人被這檔節目嚇到，熱線電話在短短幾分鐘內就被打爆了，因此大多數撥打電話的人只能聽到盲音。更諷刺的是，這反而加強了節目的恐怖效果。因為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管道先生開始干擾電子設備，而當觀眾發現自己打不通電話時，他們甚至以為這也是那個邪靈在作怪，虛構與現實的界限就這樣被徹底模糊了。而真正的恐怖卻是在節目結束以後才剛剛開始。當天晚上 BBC 的電台總機就被無數憤怒和恐慌的來電淹沒了。一位女士要求節目組賠償她丈夫的新褲子，因為《鬼影實錄》把她丈夫嚇得大小便失禁。另外至少還有3名孕婦在觀看節目時出現了早產症狀。但受傷害最深的還是孩子們。許多家長之所以允許孩子熬夜觀看這檔節目，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萬聖節特別節目而已。但他們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的孩子將被噩夢填滿。有人在網絡上回憶說，他小時候觀看《鬼影實錄》時，必須用一本書擋住電視屏幕，因為他焦慮的想吐。另一位家長描述說，節目開始後不到5分鐘，他10歲的孩子就衝出房間，在走廊裡嘔吐起來，他臉色蒼白，整整2-3個小時不願意說話。還有家長在電視採訪中憤怒地質問，為什麼要讓孩子參與這種節目？因為故事裡的受害者就是2個小女孩，而主持捉鬼行動的又是孩子們熟悉的兒童節目主持人。這種設計對年幼的兒童來說簡直是一種背叛。鬼影實錄後來也成了有記錄以來第一檔導致兒童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電視節目。醫學期刊上記載了多個典型案例，有人在看完節目後對鬼魂、女巫和黑暗表現出強烈的恐懼，並出現了恐慌發作的症狀。譬如不敢獨自上樓，睡覺時必須開着燈，頻繁做噩夢等。人們第一次發現一檔精心設計的電視節目，竟然可以在孩子們脆弱的心靈上留下真實的創傷，其影響可能持續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在節目播出後的那個周一早晨，許多學校的老師不得不專門抽出時間坐下來向學生們解釋，《鬼影實錄》只是一部虛構的作品，裡面的一切都是演出來的，現實中根本沒有什麼管道先生。但對於很多孩子來說，這種解釋來得太晚了，恐懼已經深深扎根在了他們的腦海裡。在所有因《鬼影實錄》而引發的悲劇中，最令人心碎的无疑是馬丁·鄧納姆的故事。馬丁是一名18歲的工廠工人，來自諾丁漢。他患有學習障礙，據評估，他的心智年齡大約僅相當於13歲的孩子。在那個萬聖節之夜，馬丁和家人一起觀看了《鬼影實錄》。節目結束後，馬丁的行為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的繼父後來說，馬丁看起來像是陷入了恍惚的狀態，仿佛被節目催眠了一樣。家人看他狀態不對，不斷地問他是否還好，但他始終心不在焉。那天晚上睡覺時，他破天荒地不肯關燈。接下來的幾天裡，馬丁越來越執着於一個想法，他們的房子裡也鬧鬼了。這裡要補充一個細節，在《鬼影實錄》中，管道先生通過敲擊房屋的暖氣管道來制造恐怖的聲響，而馬丁家的中央暖气系統恰好也會發出類似的噪音，那是老舊管道在熱脹冷縮時產生的正常響聲。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巧合可以被理性的解釋，但對於馬丁來說，這種聲音讓他與節目中的恐怖場景產生了直接的聯繫。每一聲敲擊仿佛都在提醒他那個可怕的夜晚，以及那個從電視屏幕裡爬出來的惡靈。
他的母親和繼父不停安慰他，告訴他那只是一檔虛構的電視節目，世界上沒有鬼魂，房子裡的聲音也只是暖氣管道的正常響動。但這些解釋似乎無法讓馬丁克服腦海中的恐懼。在節目播出的5天後，馬丁的遺體在比斯特公園被人發現，他用一根軟管上吊自殺，上吊的地點是一棵在當地被稱為女巫樹的老樹。在他的口袋裡，人們找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媽媽，別難過，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鬼的話，我現在就會變成一個鬼魂，永遠陪伴在你身邊。人們發現馬丁之死的種種細節都與《鬼影實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首先，他選擇的自殺地點叫女巫樹，而《鬼影實錄》中的邪靈背景正是與一名女巫有關。其次，他使用的自殺工具是軟管，而節目中那個邪靈被稱為管道先生。最後，他留下的遺言中直接提到了鬼魂，表明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在思考那個困擾了他5天的問題。後來，馬丁的未婚妻、母親和继父對 BBC 提起了投訴，他們認為《鬼影實錄》直接導致了馬丁的死亡。英國廣播標準委員會對此案進行了審查，在最終裁決中，委員會認定 BBC 有責任更明確地告知觀眾這是一檔虛構節目，而不僅僅是通過隱晦的提示。他們還指出，《鬼影實錄》蓄意營造了一種威脅感，其內容過度令人不安，且畫面過於直接。此外，節目中出現了觀眾熟悉的兒童節目主持人，這讓一些家長在判斷是否應該讓孩子繼續觀看時產生了誤判。最終，這份裁決也成了《鬼影實錄》被永久禁止在英國電視台重播的直接原因。雖然30多年過去了，但《鬼影實錄》的影響至今依然清晰可見。在恐怖片的歷史上，它被認為是偽紀錄片這一類型的重要先驅，為後來的女巫布萊爾、美國版《鬼影實錄》以及克洛弗檔案等作品鋪平了道路。他對觀眾心理的精準把握，對真實感的極致追求，都成為了後來者學習的範本。在英國，《鬼影實錄》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記憶。經歷過那個萬聖節之夜的人們會彼此交流自己的受創經歷，仿佛那是一場共同度過的災難。而那些沒能觀看原版直播的人，則帶着一種奇特的遺憾，感嘆自己錯過了電視史上最恐怖的90分鐘。許多當年被嚇到的孩子，如今已經長大成人，他們中的一些人至今仍對那個節目心有餘悸，而另一些人則在成年後重新觀看，試圖理解當年的恐懼究竟從何而來。然而他們往往會驚訝地發現，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鬼影實錄》中的很多恐怖元素其實並不特別嚇人，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早已失去了當年那種純真的、毫無防備的觀看狀態了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不知道你對《鬼影實錄》這部片子有什麼樣的看法？你認為它是開創了紀實恐怖片的先驅，還是惡俗的低級創作？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我們就下個視頻再見吧。